王羲之，字逸少，祖籍琅琊，后移居会稽山阴，曾任右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也被称为书圣，与其子王献之并称二王。永和9年，公元353年3月3日春，书圣王羲之与太原孙统、孙绰、谢安、支顿，以及儿子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等41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修禊是3月上旬4日举行的消灾祈福的一个风俗仪式。大家曲水流觞，饮酒赋诗。诗集由王羲之作序，序文的草稿即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绍兴西南兰渚山下的兰亭，因王羲之的书法名作《兰亭序》而名闻海内外。相传春秋时越王勾践曾在此植兰，汉时设一亭，故名兰亭。在兰亭里有一座三角形的碑亭，亭内碑石上刻有“鹅池”2个大字。相传“鹅”字为王羲之所写，“池”字为其子王献之所写。《兰亭序》作为王羲之后代的传世之宝，一直传到隋代，王羲之7世孙永兴寺和尚智勇的手中。智勇是王羲之的后代，也是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曾在永兴寺数10年不下楼，书写真草千字文800本，分赠江东诸寺。据说他用坏的毛笔笔头就装满5个大竹鹿，向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门槛都被磨坏，不得不用铁皮包裹，被称为铁门槛。智勇死后，《兰亭序》作为镇寺之宝，传给了他的弟子辩才。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作品，百般搜罗，最想得到《兰亭序》，但辩才并不尽献。于是房玄龄举荐监察御史萧绎去撰曲。萧绎假扮成有文化的生意人，带着一些二王杂帖去接触辩才，两人谈诗论书，十分投缘。天长日久，寺僧对萧绎毫无戒备，萧绎就趁辩才外出撰曲，实际是盗取了《兰亭序》。李世民得到了《兰亭序》，自然十分珍爱，命冯承素等进行复制，赐予王公大臣。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也都有临本传世。流传至今的摹本上面盖有神龙小印的一件，最为精彩，最接近原作。这件摹本被称为神龙本，后人认为出于冯承素之手。而《兰亭序》真迹，据说李世民死后陪葬昭陵，从此就黄鹤一去不复返了。也正因为真迹不存，所以从清代开始就有人怀疑《兰亭序》的真实性。1965年，郭沫若与高二世等更是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兰亭论辩，论辩甚至产生了一门学问——兰亭学。但真伪至今并没有定论。《兰亭序》虽真迹不存，而化身犹在，
通过神龙本及其他摹刻本，亦足以体会他的高妙绝伦。兰亭序树立了行书的规则和典型，其点画和结构彻底从简读草稿中脱离了隶书、草书而独立出来，与楷书点画结构实现了统一，为行书建立了规范，成为行书的真态。也许因为是草稿，字的大小、姿态、行列的上下呼应，行与行之间的左右关照，都出以自然又极尽变化之能事。明代的谢晋称兰亭序字法，曾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董其昌称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都并非过誉。王羲之为行书建立了规则，但他的规则不是刻板的，而是天真烂漫的。兰亭序中20个之字各不相同，当然无可超越。实际上，帖中的每一个字内部也充满着变化之美、运动之美。这种旷达、超脱、真率、自然，本质上是魏晋风度的体现。书画在法，奇妙在人。如果再联系《兰亭序》这篇散文对时空变化的感悟，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就会明白，只有晋人的精神世界结合晋人的天才，才能产生这样伟大的作品。书写时全无机心，随着文思，引动天才，妙气自然。不仅笔法无懈可击，而字间应带，处处顾盼生情。后世诵其文，观其书，想见幼君风采，令人低回。正如王羲之说：“亲得书，意转身，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其文、其书、其人的融汇，传达着中国文心人心的玲珑微妙，正是尽善尽美的境界。曹全碑全称汉和阳令曹全碑，隶书，碑立于东汉中平2年10月，明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合阳申里村。1956年移立西安碑林。东汉光和7年，一个叫曹全的官员来到陕西合阳担任县令。曹全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后裔，他的高祖、曾祖和祖父都举孝廉而为官，他的父亲早年亡故。曹全以贤孝之名，曾收养他的叔祖母、继母，十分孝敬，因而当地有“重亲至欢，曹景完”的谚语。为官之后，他为人清廉正直。建宁2年，曹全任西域务部司马。当时疏勒国王何德叛乱，曹全率兵征讨，他与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智勇双全，最后活捉并处死了何德。胜利凯旋，沿途方国送礼无数，曹全皆登记造册，全部交公。公元184年，张角黄巾起义，陆福县的郭家也起兵叛乱，于是曹全被任命为合阳县令，镇压了郭家。
同时，曹全抚恤鳏寡，救助疾困，恢复生产和贸易，培育人才，并在不增加百姓负担、不耽误农时的前提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取得了一系列政绩。公元185年，河阳当地士绅王昶、王弼、王立等57人，共同为曹全刊石记功，名为曹全碑。曹全碑对曹全的家世、品德和军功战绩都极尽赞美。碑文还提到，曹全拿自己家的钱买粮米，分给体弱多病和双目失明的人。他的女儿陶妃配制药物神明膏，亲自送到驿亭，让人分给伤员，很多伤员都被治愈。明代万历初年，曹全碑在河阳县申里村出土。抗日战争期间，河阳屡遭空袭。当时的陕西省政府及教育厅等为保护文物，曾严令各县采取措施。河阳县政府接到命令后，立即责成该县拓印碑石的工人邢之省等，在河阳文庙内就地用土构筑窑洞，保护曹全碑。为了保守秘密，严防汉奸破坏，邢之省和同仁放出风声，假称曹全碑已奉命运到省城。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曹全碑安然无恙。1956年，西安碑林派人将藏在河阳文庙夯土墙内的曹全碑挖出，用卡车运回碑林，收藏至今。曹全碑不仅字数较多，保存完好，而且风格特别强烈，堪称娟秀清丽风格的代表作。清代学者万经说他秀美飞动，不束缚，不持咒，寻神品也。孙承则说他字法遒秀，意志翩翩，与李器碑前后辉映，汉诗中至宝也。康有为评其为秀韵。总而言之，不离一个秀字。曹全碑秀到了极致。然而，汉碑气厚，曹全碑也不例外。他的秀是遒秀，秀而不弱才是真秀。这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点画珠圆玉润，波折飘飘欲现。曹全碑多用圆笔，藏锋起笔，即使见题收笔，也尽量保持点画圆润。短小的笔画一般用中锋、果锋书写，虽然纤细而有立体感、质量感。波折的夸张是隶书的一般特征，曹全碑的波折尤其悠扬飘荡，如乐曲，如舞蹈，舒缓明丽而生机勃勃，如虞、史、民、言。其二，曹全碑以平正取势，有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之感，即便点画较多的字，也不改成规，不上奇巧，如铜、米、排叠，以拙为巧。而对于本来并不平正的字，如复、或，则不平正中求平正，别扰趣味。
既能波折分明，又能横平竖直，是隶书用笔结构的关键所在。曹全碑的另一特点是宽博雍容，饱满雄壮。高势虽然上下宽窄变化，但处处宽裕，绝不拘束。雉的口旁，峰的下部三角形宽阔，都传达出一种雍容典雅之美。以壮求壮，则成粗糙；以秀求秀，则成糜弱。秀与壮必相辅相成，才能文质相济，得其中庸。也正是因为在平正、博大、雄壮的基础上求秀，曹全碑才能秀到极致，楚楚动人。欧阳询，字信本，潭州黎乡人，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法家，与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公元557年，欧阳询出生于豪门大族。他的父亲欧阳和曾任陈广州刺史、左卫将军，因举兵反陈失败被杀，并株连家族。欧阳询时年13岁，逃匿幸免于难，被他父亲的好友江总收养。欧阳询聪明勤奋，博闻强记，据说读书时每读折数行铜进，也就是能够一目10行。隋朝时曾官至太常博士。隋末战乱，先后被宇文化及窦建德所用。因与唐高祖李渊是好朋友，入唐后，尽管已经60多岁，还仍然出仕，做过太子律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因此，欧阳询也被称为欧阳律更。欧阳询首先是一个学者。高祖武德5年，公元622年，欧阳询应召主持编纂译文类聚。武德7年，公元624年，全书编纂完成，欧阳询撰写了序言。当然，欧阳询更大的贡献是书法。唐代书论家张怀灌书段说，欧阳询八体尽能，笔力显尽，篆体尤精，飞白冠绝，俊于古人。草书跌宕流通，视之二王，可谓动色。然而，欧阳询的书法流传到现在的只有楷书和行书。楷书有九成宫、李全名、皇甫旦碑、画度四碑；行书有张翰帖、卜商帖、行书千字文等。他的楷书对后世影响最大，被称为欧体。欧体楷书中，以九成宫李全名最为杰出。九成宫在长安附近的临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临颉，这里原是隋朝的仁寿宫。李世民为了节省人力资财，把它改造成了行宫，并命名为九成宫。
宫殿略经修葺，倒也颇具规模，只是缺乏水源，少了些灵性。贞观6年4月，李世民在此避暑，发现有个地方湿润，倚杖倒之，便有礼泉涌出。礼泉也就是甜水泉。地出礼泉，被认为是帝王仁德、世道繁荣的祥瑞。李世民于是命魏征作《九成宫礼泉铭》，记载其事。敢于犯言直谏的名臣魏征，在文章中当然热情讴歌了李世民的文治武功，也指出仰观壮丽，可坐见于既往，俯察卑简，足垂训于后坤，褒扬之中暗喻归真。铭文配明书，这篇文章由欧阳询书单刻碑，堪称双璧。实际上，欧阳询楷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要远在魏征这篇文章之上。张怀灌非常精辟地评价欧阳询楷书的特点：森森然，若无酷毛棘。后人评价欧体楷书的特点：尽显克力。欧体的点画、起笔、收笔多用方笔，棱角分明。它的撇画弧度不明显，而是富于刚性，恰如战刀。横折的右上角突出方折，形成规整的肩部。欧体的结构往往上紧下松，有挺拔之势；外紧内松，有整饬之感。欧体楷书虽然外形方整，但绝对不是简单的方块字。欧阳询善于造险救险，内部结构充满变化，而最终实现平正。如分，左侧3个笔画形成明显的斜视，右侧一点厚重而靠右，正全字之势。如流，3点水的3个点形成连带之势，右下部的3个笔画上密下疏，动感强烈，特别是最后一笔竖弯，粗重而又深，既正全字之势，又富于别开生面的趣味。每个看似方方正正、安安静静的字，都蕴含着令人体会不尽的意味，是一幅图画，一支乐曲，一段舞蹈，体现着生命的节律。所以说，唐楷成为入门学习书法的必由之路。唐人上法成为一个朝代的审美取向，而且这法成为后世永远遵循的原则。识字欧阳询史，他的伟大正在于此。所以说，欧阳询被后人推为古今艺人，九成宫礼泉铭被后人推为楷书之极则，也就理所当然了。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4大书法家，与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并称楷书4大家。北宋庆历初年，一个叫范雍的文人前往长安，路过南山佛寺，在台阶下看到一块残碑。
仔细观看后，叹为至宝。而寺中的僧人听到范庸的话后，误以为碑石中藏有宝贝，就把碑砸成了3块。那些僧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砸毁的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瑰宝——欧阳询作品《华度寺碑》。华度寺位于陕西省乾县。相传，唐太宗李世民迎请玄奘大师西去印度、尼泊尔朝圣取经，途经华度寺常住60天，写出并翻译出梵文《心经》，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古刹。唐贞观5年，华度寺僧人雍禅师圆寂。当时已经74岁的欧阳询受邀为他书写了华度寺故僧雍禅师设立塔名，简称华度寺碑。欧阳询的代表作是《九成宫里全名》，除了《九成宫里全名》，他影响最大的作品当属《华度寺碑》。欧阳询是唐初建立楷书典范最早的人物之一，他在书法美学上使北方与南方书风找到了融合的可能。以华度寺碑、九成宫里全名为代表的正楷，很像同一时期文学上发展成熟的律诗。楷书建立线条间架的楷模，律诗建立文学音韵平仄间的规律，都为大时代立下不朽的形式典范，影响至今。华度寺碑比九成宫里全名早1年，二者风格接近，但也稍有不同。关于这2通碑帖，哪一个是欧体第一，历来莫衷一是。所谓文无第一，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实在也无需争辩。实际上，这一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们对南北书风的认同感。相对而言，九成宫里全名更为整饬规范，偏于北派的严谨庄重，而华度寺碑无论点画和结构都更加轻松自如，偏于南派的潇洒风流。前者为皇家宫殿所写，后者为高僧大德所作，书写时的情绪自然有所区别。清代大学者刘熙载说：“绿更华度寺碑，笔清意长，雄健弥富深雅。”评论十分贴切。我们不妨以读帖的方式来领略它的风采。句字结构上窄下宽，下部3个人字的变形呈发散之状，可谓是句中有散。右下角的捺画短促而厚重，奔放中有含蓄。2个度字中部的横画伸展程度不同，捺画一用斜捺，一用反捺，都显然是苦心经营的结果，而表现出的却是带有行书意味的动感。如果我们静下心来，认真领会字帖中的每一个字，都会得到笔歌墨舞，远非愉悦般的艺术享受。读帖如寻幽探胜，越深入越能领会其奥妙。
令人遗憾的是，如此旷世杰作，在北宋年间被僧人毁坏之后，几经辗转，最终只留下了一件斑驳不清的原始拓片——海内孤本。这件唐时元拓的字帖，一直传到清末名臣，也是著名收藏家潘祖印手中。他的侄女潘静书嫁给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时，潘祖印以此帖陪嫁。吴湖帆视此帖为至宝，不仅请人题写“海内第一唐时真本宋拓画度4碑”，还绘制了刊碑图和碑示图。这本堪称国宝的字帖，现藏上海博物馆。清光绪22年（1896年），敦煌石室发现了所谓唐拓本，为法国人伯希和携往国外，分存于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不过，后来经考证，此拓本为后人翻刻，而且翻刻的水平并不算高。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微”“端”“巨”三字。如果你认为这几个斑驳不清的字比这几个清晰的字要美，那就差不多懂得欧阳询了。懂得二字，谈何容易？而对文化的认同、坚守、继承乃至弘扬，最好先懂得。颜真卿，京兆万年人，祖籍琅琊临沂，字清晨，唐代名臣、书法家，曾为平原郡太守，被称为颜平原。受封鲁郡开国公，被称为颜鲁公。在中国书法史上，他是地位仅次于王羲之的伟大书法家。唐代平原郡故城在山东临县县城内。当时郡城有3道城墙，外墙高约15米，上宽约6米，城周10公里，为颜真卿做太守时所修。现尚存唐故城墙3段。唐天宝14年，公元755年11月初9，身兼范阳、平卢、河东3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同年12月12日攻陷洛阳。天宝15年正月初1，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当时，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代理常山太守，颜真卿为平原太守，兄弟号召河北诸郡抗击叛军。颜季明即颜杲卿第3子，颜真卿堂侄，在其父揭起反正，与颜真卿共同声讨安禄山叛乱时，由他往返于常山、平原之间传递消息，使两郡联结，形成犄角之势，抵抗叛军。但太原节度使拥兵不救，以致常山城破，颜杲卿与颜季明先后罹难。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时任蒲州刺史，派颜全明寻找兄侄尸骸。据说仅找到颜杲卿一条腿和颜季明头颅。颜真卿祭奠王侄，起草祭文，于是有了这满纸血泪的
祭侄文稿。它不但是英雄的豪乎题气，更是书法艺术的旷世杰作。继王羲之《兰亭序》之后，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为颜、欧、柳、赵、楷书四大家之首，而其行书成就并不亚于楷书。历史上对颜真卿楷书有微词者概不乏人，而对颜真卿行书却从无异议。就连批评颜真卿楷书最激烈、最尖刻的米芾，也不得不说，颜鲁公行字可教。祭侄文稿是颜真卿行书的代表作，其行书师法王羲之、王献之，正如其楷书上溯篆籀，汲取民间书法一样，其行书也上溯篆隶，直接汉魏。在点画上方圆并用，而以圆笔为主，特别是较细的点画，果风色劲，入目三分，如人心方气。结构上一改王羲之行书以瘦俊为主的形象，而宽博舒展，厚重雄浑。用墨上干湿浓淡，随着书写自然呈现，对比强烈。像称兵范顺全用可笔，紧接着而复结成浓墨重笔，甚至因涂改而形成巨大的墨块，加强了墨色的层次感和感染力。章法上连段结合，轻重结合，一任自然而富于变化，整篇浑然一体，处处合于法度，又不为法度牢笼。二王以后，行草书能真正在二王以外别树一帜，开宗立派者，只有颜真卿。通常说，羲之通历，真卿通传。实际上，颜体行书结构来于王献之的中宫宽绰，笔势外拓，用笔在二王笔法的基础上，减少方折，增加圆转，并加强了色势，无一丝一毫轻忽，所以有融金出野，随地流走之感。理性的分析祭侄文稿，简直是不道德的。书法并不直接抒情，然而情感情绪折射于书法。父献子死，朝亲卵腹，笔重字大，墨浓，山崩地裂般的震惊。呜呼哀哉，上想伤心欲绝，催人泪下。想颜真卿如笔作文之时，家国之痛亦是涌上心头，何曾在意书法？也正因为此，平素娴熟的技法感发于心潮，才能大放光芒。耿介的颜真卿也许不适合高层政治生活，他先后不见容于宰相杨国忠、元载、杨炎、卢杞。建中4年（公元783年），李希烈叛乱，卢杞建议年逾古稀的颜真卿前去劝谕，实际上就是要借刀杀人。颜真卿毅然前往，于是被扣押。李希烈百般威逼利诱，颜真卿忠贞不屈。贞元元年（公元785年）8月，颜真卿在蔡州（今河南汝南）隆兴寺被缢死。三军闻讯，无不痛哭。颜季明死于战事，而颜真卿则死于正直和忠诚，更令人痛心。知人论事，回读祭侄文稿，更增悲痛。尼采曾说，一切文学
于爱以血书者，纪实文稿就是以鲜血书写的伟大作品。颜真卿，京兆万年人，祖籍琅琊临沂，字清晨，唐代名臣、书法家，曾为平原郡太守，被称为颜平原。受封鲁郡开国公，被称为颜鲁公。在中国书法史上，他是地位仅次于王羲之的伟大书法家。公元779年，71岁的书法家颜真卿为其曾祖父颜勤礼书写了一个碑文，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碑，简称颜勤礼碑。碑文讴歌了颜勤礼的品德、学业和功绩，罗列了颜勤礼高祖父一直到玄孙的大概情况。三字经说：高曾祖，父而身，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因而颜勤礼碑差不多就是一部颜氏家谱，勾勒了一个兴盛300年的世家望族轮廓。颜氏的始祖为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颜勤礼高祖颜建远，南朝齐御史中丞，梁取代其绝食而死。曾祖颜写，南朝梁襄东王季氏参军，祖父颜之推，北齐黄门侍郎，随东宫学士，所著颜氏家训被称为中国家训之祖。颜氏的持久显赫，颜氏家训的作用至关重要。父亲颜思鲁，随东宫学士，博学善主文，尤工古训，文字、音韵、训诂学，古代被称为小学，是经学的基础。这是颜氏的家学，历代相传，所以颜氏一门，学者书家辈出。颜勤礼，唐弘文馆学士，工于撰奏尤经古训。其兄颜师古为崇贤馆学士，颜相使为天策府学士。子颜昭甫，汝南太守，善撰隶草书，尤明古训。颜敬仲，吏部郎中，孙辈、曾孙辈、玄孙辈中，学业有成，出仕为官者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其中孙辈中最著名者为颜昭甫之子颜元孙、颜维真，曾孙辈中最著名的就是颜元孙之子颜杲卿、颜维真之子颜真卿。颜杲卿及其儿子颜季明在安史之乱中壮烈殉国，颜杲卿为叛军所俘，骂贼不止，被割舌而死。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为颜长山舌，就指颜杲卿。前后约300年，立德、立功、立言贯穿始终。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艺术的宗旨。回到书法，颜真卿平生写碑数十通，一碑一个面貌，绝无重复。
而最能代表颜体面貌的，当是颜琴礼碑。颜琴礼碑的点画撇清捺重，横细竖粗，对比明显，点画弯曲，富于弹性和韧性。颜金鎏骨，颜体以金铸成，结构则四角撑满，外紧内松，方正博大，章法茂密，充满力量感。整体上，颜体楷书给人有光明正大、雍容朴茂、不羁不立之感。颜真卿除了学习二王、欧、楚文人书法、碑版书法和民间书法之外，以其深厚的文字学素养，上溯传咒，找到了无国无民审美精神的源头。其刚健、笃实、光辉，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和宏深渊雅的气度，不偏不欺，无过无不及，堪称尽善尽美。苏轼曾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千秋书法史，也只有颜真卿可与书圣王羲之比肩媲美。相对于王羲之的高导，颜真卿更入世，更有担当，颜体也更切合实用。如果结合颜真卿博学公辞章，视亲孝，历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蒙于心，以及奋勇抗击安禄山，宣于李希烈慷慨赴死的德行、功业和才学，就可以看到其严霜烈日般的人格与其庄严肃穆的书法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至今，即便是电脑时代，我们最常用的宋体字，也由颜体发展变化而来，这绝非偶然。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就是这样在人性的意义上，磨入我们的精神世界，塑造我们的品格，给我们以力量，永远指引我们前行。颜真卿，京兆万年人，祖籍琅琊临沂，字清晨，唐代名臣、书法家，曾为平原郡太守，被称为颜平原，受封鲁郡开国公，被称为颜鲁公。在中国书法史上，他是地位仅次于王羲之的伟大书法家。陕西兴平县塔尔村，关中平原上一个十分普通的村落。在村子的一角，有一个叫做塔尔寺的小寺院，如今已经十分破败，很少有香客前来，只有一个守寺人平时看护着。距离塔尔寺不远处，有一个废弃的石碑基座，四周杂草丛生。然而村民告诉我们，近年来不时会有一些书法爱好者来到此地，特意寻找这个基座。那么这个神秘的基座到底从何而来？碑座上的石碑去了哪里？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塔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一天夜里，西晋隆兴寺和尚楚金在诵读《法华经》中的多宝塔品时，忽然身心勃然，如入禅定，见到一座宝塔宛然出现在目前。当时楚金感动得泪如雨下，于是发愿闭关6年，每天只吃1顿饭。6年后出关，在如今塔尔村所在地兴宫建塔，并修建起一座名叫千福寺的寺院。唐玄宗有一次做梦，梦到一位高僧的名字，醒来只记得一个金字，问大臣，大臣们说是楚金和尚。玄宗于是赐钱50万，捐1000匹，助其修建宝塔，后来还亲笔书写了多宝塔额。天宝11年4月20日，宝塔完工，为4角7层砖结构，沿梯而上似大雁塔。为记载建塔盛事，曾竖起一块石碑，名唐多宝塔碑，而碑文的书写者就是当时44岁的颜真卿。颜真卿作为中国书法史上地位仅次于王羲之的伟大书法家，虽然生于琅琊严氏这个辉煌数百年的世家望族，但其少年时期也历经辛酸。颜真卿3岁丧父，跟随母亲殷氏以舅父生活。13岁那年，舅父去世，有依附外祖父生活，由母亲亲家训导。颜真卿刻苦自立，甚至因为买不起纸笔，以黄土扫墙，习学书字。3经灯火5经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这首著名的劝学诗，正是他刻苦发奋的写照。开元22年，26岁的颜真卿进士及第，因为他楷书绝妙，词汉超伦，同科进士们的雁塔题名由他书写。这大概是颜真卿第一次以书法家的身份走向社会。天宝2年，颜真卿到洛阳拜张旭为师。天宝5年，颜真卿第2次拜访张旭，作述张长史笔法12义。拜师之后，颜真卿继续深入学习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特别是褚遂良的书法，渐渐与张旭拉开了距离。他41岁时书写的《郭虚己墓志》已经初开生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颜真卿从民间的书法艺术，特别是写经书法汲取营养，终于实现了碑、帖、经3大楷书之流的融汇。这一完美融汇的最初标志就是多宝塔碑。唐楷肇始于欧阳询、褚遂良，完成于颜真卿。多宝塔碑正是把文人书法世俗化，写经书法文雅化，碑版书法便利化，奠定了方正妥帖、骨肉匀庭、朴素实用又美不胜收的楷书基则。也正因为此，多宝塔碑成了学习书法的最佳入门范本之一。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作品，
多宝塔碑完成之后，一直藏于千福寺中，宋代被移至西安碑林，村中只留下了一个碑的基座。多年来，由于多宝塔的缘故，千福寺一直香火鼎盛。兴平县志绘有一幅千福寺图，建筑规模很大，其布局近似西安慈恩寺。直到同治元年，陕西回民起义，周围群众多藏于塔上，塔被起义军放火烧毁，只留下了一个残塔，群众便以塔命名，称塔尔寺村。在此后的近1000年里，多宝塔和千福寺一起被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村子曾经的辉煌。然而，塔尔村至今还保留着崇文重教的传统，书法在当地也十分普及，而这或许正是艺术真正的价值所在。褚遂良，字登善，唐代政治家、书法家，杭州钱塘人，祖籍阳翟，曾任中书令，封河南郡公，被称为楚河南。褚遂良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4大家。唐太宗贞观年间，三藏法师玄奘西域取经归来，驻长安慈恩寺翻译佛教经典。玄奘也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唐僧西天取经是个大事件，李世民为表彰玄奘，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时为太子的唐高宗李治撰写了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永徽年间，褚遂良奉敕书写2碑，分立于慈恩寺大雁塔底层塔门东西，这就是褚遂良最杰出的书法作品《雁塔圣教序》。褚遂良是继欧阳询、虞世南之后影响最大的书法家。《新唐书》记载，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复有欧阳询甚重之。这里说的隶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楷书。褚遂良逐步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权力中枢人物，跟他擅长书法有莫大的关系。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贞观12年，虞世南逝世，李世民感慨说：“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讨论书法了。”魏征向李世民推荐了褚遂良，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意少体。”褚遂良还长于鉴定。李世民大量购求王羲之墨迹，而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悖论所出，一无传物。因为书法，他与唐太宗的关系逐步亲近。当然，褚遂良不只是书法家，作为史官，他曾负责记录李世民日常起居。李世民想看一看记录的内容，褚遂良不允许。李世民说：“我要是做了坏事，你也记录下来吗？”褚遂良说：“只要是您做的事，都会记录下来。”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杀戮兄弟一直是他的心病，他害怕史书如实记载，所以想亲自查看。而正直的褚遂良忠于职守，不与通融。越是正直，他越受信任，以致在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唐太宗李世民临终前，效法汉武帝托付霍光，刘备托付诸葛亮，召长孙无忌、褚遂良，令其辅佐李治，并指着李治、王皇后说：“我的家儿家父今已父亲。”唐高宗永徽6年，李治拟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召大臣商议。作为顾命大臣，褚遂良坚决反对，叩头流血，把袍户扔在地上。高宗大怒，派人把他嫁了出去。据说，武则天当时在帷幕后偷听，吼道：“何不扑杀此僚？”褚遂良的政治悲剧从此开始，先被贬为潭州都督、贵州都督、爱州刺史。偏远的爱州，现在的越南境内。到爱州的第2年，褚遂良含冤去世，享年63岁。若论姿态风致，褚遂良楷书可谓登峰造极。难能可贵的是，楚体楷书外柔内刚，其点画如钢丝般富于弹性，内蕴巨大的力量。其结构外紧内松，在紧致严格的基础上，又能宽博放纵。唯美主义的背后，透出他骨梗之士的坚毅果敢。正所谓书如其人。如二，上下两横相对弯曲，既空灵又有张力。盖的上2点形如羊角，小而厚重，很有质感。楚体楷书中再细小的点画都有块面感、立体感，绝不是简单的线条。闽字底左边一短竖，起笔的时候带一个弯曲的样子，并不是华丽的装饰，而是为了调整笔锋，使书写得势发力。水的结构几乎与隶书一样，竖画较短，而撇捺舒展，飘飘欲仙。隶字这样复杂结构的字，楚体处理起来从容不迫，下部舒展的撇捺左右呼应，其姿态、方向、轻重的对比恰到好处。楚体不仅秀，而且灵，其恰如其分地汲取了王羲之行书的意味，伸缩错落之间动感强烈，如飞、象、都，如见其挥韵时的潇洒帅意。有人以空明飞动概括楚体的风格，可谓深得个中趣味。中国艺术讲究完美人格与完美艺术统一，褚遂良和楚体楷书正是这样的典范。褚遂良，字登善，唐代政治家、书法家，杭州钱塘人，祖籍阳翟，曾任中书令，封河南郡公，被称为楚河南。
褚遂良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全称《黄帝阴符经》，旧题为《黄帝传》，有姜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全6家著。前5位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第6位著者李全是唐代道士。后人猜测，阴符经可能就是李全自己所写的。李全号达官子，有人说他是隋末唐初人，有人说他是唐玄宗、肃宗时代的人。大字阴符经落款为起居郎臣遂良奉敕书。褚遂良担任起居郎的职务，在贞观10年至15年间。褚遂良40岁出头，而大字阴符经却类似于褚遂良50-60岁时的作品《雁塔圣教序》，所以后人认为他是委托褚遂良的作品。褚遂良一生书法风格的演变，来于他施法对象的不断变化。唐代张怀灌书段说褚遂良：少则服膺于监，长则祖述右军。于监即虞世南，右军即王羲之。实际上，褚遂良受欧阳询影响更早。隋炀帝大业2年7月，褚遂良的父亲褚亮、欧阳询等人协助杨素编撰《魏书》。当时褚遂良才10岁，就已经深受欧阳询赞赏。唐贞观元年，褚遂良为弘文馆馆主，虞世南、欧阳询在弘文馆教授楷法。褚遂良时年32岁，继续受到欧虞的熏陶。贞观10年，魏征推荐褚遂良为李世民侍书，任起居郎。贞观13年，奉敕鉴定内府所收右军书记，期间还受到了史灵的影响。当时向史灵学习的还有李世民和汉王李元昌。当然，鉴定王羲之作品，为褚遂良研习王羲之书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样，我们可以勾勒出褚遂良学书的路径：欧阳询、虞世南、史灵、王羲之。由欧阳询的挺拔爽利，加虞世南的宽博灵动，加史灵的受峻硬朗，之后深入王羲之唐奥，把王羲之行书的姿态风致引入楷书，从而完成了神采飞扬、空明飞动的艺术境界。有意味的是，这一学术路径似乎一直围绕着李世民展开。李世民视虞世南为书法知己，褚遂良初学虞世南，也在情理之中。褚遂良学史灵，某种意义上，他便与李世民有了同学的一层关系。李世民最崇拜的书法家，当然是尽善尽美的王羲之。而褚遂良学王羲之，不仅是艺术追求，也是工作需要，自然又对李世民的拳拳忠心水乳交融。李世民评价褚遂良说：“褚遂良学问稍长，性意坚正，机械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家怜爱。”
有学识、有谋略、有骨气的褚遂良，却成了成语小鸟依人的词源，真让人哭笑不得。相对于褚遂良的代表作《雁塔圣教序》，大字音符经的艺术水平尚远有不逮。我们不妨选择一些两帖中相同的字比较。不难看出，雁塔圣教序的点画形态更完美丰富，结构中各点画长短、粗细、斜正的对比更恰当，整体更加富于动感的韵律。而大字音符经毕竟少一种晴云挂空、仙人笑树的格调和风韵。当然，赝品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大字音符经虽然不是褚遂良亲笔，但是可谓深得褚遂良真传。其笔画灵动，粗细变化较大，节字宽松玉如，微有隶书一意。楷法中带有行书韵致，潇洒从容，堪称神品。唐代楷书大家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都没有真正的楷书墨迹传世。大字音符经就相当于唐代人亲自示范，所以它虽然是伪作，但是伪而好，堪称学习楷书最佳的入门范本之一。赵孟俯，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鲁波，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11世孙，世元，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族氏文敏。赵孟俯善诗文书画印，堪称全能艺术家。书法善篆、隶、真、行、草书，堪称全能书法家，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魏明帝曹丕黄初3年，卷成王曹植从洛阳回归藩国，经过洛河。传说古帝王伏羲之女溺洛水而死，成为洛神，又称伏妃。有感于巫山神女的故事，曹植写了《洛神赋》。洛神赋写的辞采华茂，雅苑缱绻，展现了曹植的八斗之才。曹植与伏妃的款款情致，有人说是为了纪念曹丕的妻子甄后。传说甄后与曹植两情相悦，黄初2年，甄后失宠赐死。据说死时披发覆面，以糠塞口，极其凄惨。黄初3年，曹植到洛阳，甄后的儿子太子曹睿陪同曹植吃饭。之后，曹丕将甄氏遗留的玉枕赠送曹植。
曹植睹物思人，思绪万千，所以才有《洛神赋》的缠绵悱恻。其实甄后比曹植年长10岁，他们之间应该没有私情。曹植心情忧郁的直接原因在于煮豆燃豆萁，曹丕对他的政治打击。千年一猜，终无定论。而《洛神赋》的文学价值堪与屈原《九歌》媲美，以至于后来的文艺作品往往直接把甄后当成洛神。王献之曾经书写《洛神赋》，顾恺之曾经绘《洛神赋图》，都是艺术史上的经典。赵孟頫更是多次书写《洛神赋》，其中元大德4年，赵孟頫46岁时，为圣意民书《洛神赋》是传世最精彩的作品之一。在曹植的眼中，洛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浓鲜得中，修短合度，柔情绰态，媚于语言。洛神的玉体每一寸都美，洛神的风姿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而赵孟頫笔下的《洛神赋》也唯美到极致。通篇看去，全卷秀丽规整，如精金美玉，单字欣赏，点画完备，节字妥帖，无一泄笔，正如洛神凌波微步，气若幽兰。大画家倪瓒毫不吝啬地赞扬赵荣禄书为本朝法书第一，此卷行书《洛神赋》圆活遒媚。倪瓒也提到了赵孟頫行书《洛神赋》与王献之楷书《洛神赋》的关系，但他并没有用肯定的语气。实际上，王献之《洛神赋》的结构一般中宫紧收，而点画四面辐射；而赵孟頫行书《洛神赋》，或许题目和前3行稍微有些王献之一意，之后则全是赵体风格。赵孟頫的艺术主张2个字可以概括，就是复古。他勤奋超人，前人书记几乎全部深入研究过，而其取法的主线则是早年学宋高宗赵构，之后学钟繇、二王，大字写碑学李邕。他的行书基础是集王圣教训，面貌是《兰亭序》，可谓心无旁骛。在点画方面，日书万字的书写速度使其弱化了方折零层，增加了尖弱削成式的温婉。在结构方面，或许借鉴了钟繇楷书，更加宽博松活，如云角。同时，赵孟頫是个大画家，对形式的敏感使他能解决一切结构问题，而把极难安排的字形也统一在宽博方正的框架内，妥妥帖帖，十分可人，如仿佛燕。元代书法家李悌在提拔另一个赵孟頫行书《洛神赋》时说：“盖以兰亭肥本韵万而出之者，可谓法眼独具。只要任意挑选几个《兰亭序》中的字，比如兰、山、士、左、右、之，不难看出赵孟頫对王羲之的亦步亦趋。可惜的是，在王羲之作品中，《兰亭序》本来就显得过于平正，少了点龙跳虎卧的生气。而赵孟頫把《兰亭序》进一步妥帖化，甚至温吞化了。当我们看到秀、响这样的妥帖时，不免会产生一种委屈之感。
如果说王羲之的书法是山林高士，任情自信，赵孟頫的书法则如面容姣好、举止有礼的学生。因为这种风格结合宋朝宗室后裔而在元朝官至一品的身世，赵孟頫不知挨过后人多少谩骂，也令人叹息。然而艺术需要百花齐放，妥帖姿媚也是一种美，只要做到极致，也同样是经典。世界需要杀伐战斗，也需要几许温存。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欧波，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11世孙，士元，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族氏文敏。赵孟頫善诗文书画印，堪称全能艺术家。书法善篆、隶、真、行、草书，堪称全能书法家。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4大家。湖州，明清时期曾经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南浔区练市镇和双林镇交界处，有一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古桥——妙岩塘桥。该桥由花岗岩砌筑，具有江南石拱桥博拱博券的特点。桥形俊美，雄伟壮观，有半顷银涛回砥柱，一宫彩虹锁安澜之势。在妙岩塘桥的东侧，有一座古刹，名叫妙岩寺，不过早已被毁，如今的建筑为近年所重修。然而，这座并不起眼的寺庙，却和一件经典书法作品《妙岩寺记》联系在了一起。妙岩寺记全称湖州妙岩寺记。妙岩寺原名东济寺，始建于南宋，后来毁于战火。元代重建后，立碑为记，碑文由赵孟頫书丹。前人根据赵孟頫、忠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的知贤，断定此碑书于元至大2年7月之后，或次年9月之前。时年赵孟頫56岁。清代吴荣光论赵孟頫书法说：松雪书凡3变，元贞以前，犹未脱高宗窠臼。大德间专师，定武谢序。延佑以后，便入理北海，柳成选法，而碑版尤多之。按照这个说法，从大德元年算起，到至大2年，赵孟頫专师定武兰亭序已经10几年了。赵孟頫力追古意，心无旁骛，毅力是惊人的。特别是写妙岩寺记的次年，奉诏入都的途中，吴敬新携家藏定武兰亭同行，赵孟頫多次临写，并在帖尾前后作15跋。在南浔，赵孟頫又得独孤僧所赠定武兰亭，欣喜若狂。晴窗日暖，水陆迢遥，先后13次作跋，就是著名的兰亭13跋。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需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句赵孟頫的论书名言，即在兰亭13跋中。
正因为对《兰亭序》的深入研习，妙言四季深得《兰亭序》的神韵，有天下赵碑第一之称。当然，文无第一，艺术作品其实并不适合排出冠亚军的名次。不过，如果相对于赵孟頫数年前的作品《三门记》，不难看出，用笔上妙言四季更加果风杀指，鼓励劲挺，点画轻重变化也更加丰富。节字上虽然仍坚持截长补短，纳入界格，但字的内部结构安排更有匠心，更加合理而有趣味，整体上也便更加清丽潇洒，楚楚动人。我们不妨随意挑选几个字加以欣赏，如应、带、清、流四字，《兰亭序》中都有。赵孟頫写的也基本忠实于王羲之，只是稍作楷画处理，与其他字浑然一体。笔画极其简单的字，结构难以安排，而不了二字反而显得雍容大方。意的上两点格外高些，最下面的一横向左伸展。广字内的黄写得倾斜，整个字便有了飞动的感觉。画字的短撇变成了点，楼字适当省简笔画，都便于书写，又有奇思妙想。赵孟頫是杰出书法家的同时，也是杰出的画家。对形式的敏感，使他在对行书楷画的过程中，无论碰到什么难题，都迎刃而解，而且出奇制胜。传说赵孟頫为了写好维字的各种变化，曾经细心观察老鼠的形态，大概也有一定的道理吧。行书写碑大概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其书体也是王羲之风格的行书。赵孟頫则把王羲之风格的行书规范为楷书，这是他区别于前人的地方，是他的创造。带着矛盾心理入仕元朝的赵孟頫，于政治经济固然不能大有作为，但书画艺术登峰造极，而且左右一代。其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赵翼、孙子赵林、外孙王蒙都是杰出的书画家，其弟子无数，影响巨大。元明两代书法艺术差不多为赵孟頫所笼罩。清代由于乾隆的偏爱，又曾盛极一时。这样看，即便他同为艺术家的皇帝祖先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也未必胜过他吧。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欧波，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11世孙，士元，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族氏文敏。赵孟頫善诗文书画印，堪称全能艺术家。书法善篆、隶、真、行、草书，堪称全能书法家。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在苏州古城中心的观前街上，有一座建于西晋年间的道观玄妙观，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玄妙出于老子《道德经》中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作为西晋时期最大的道观，玄妙观三清殿建筑面积1125平方米，是江南一带现存最大的宋代木结构建筑，也是国内现存体量最大的宋代大殿。公元1033年，玄妙观重修三门。为了记录此事，负责重修三门的严焕文找到了当时的书法大家赵孟俯。赵孟俯是宋太祖赵匡胤11世孙，秦王赵德芳10世孙。他自幼聪明，能诗善文，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赵孟俯所处的年代恰逢宋元交替之际。至元23年，赵孟俯被邢台侍御史程巨夫举荐，进谏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赞赏其才貌，对他颇为礼敬，历任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翰林侍读学士等职。作为宋朝皇室后裔，赵孟俯出仕元朝，虽然备受礼遇，但也要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他清醒地认识到，出仕元朝必然会遭到后人的诟病，只有诗文书画或许能受到后人的珍视。也是在这段时间，由于在北方为官的原因，他才有机会接触到散落于北方的晋唐和北宋书画真迹。他抱着重振古代艺术传统的梦想，一遍遍地临摹着这些书画真迹。一日能书1万字，也许透露了赵孟俯能够跻身楷书4大家的原因之一。楷书产生于东汉末年，一般认为三国时期的钟繇是楷书鼻祖。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小楷与钟繇楷书被称为魏晋小楷。南北朝时期，北魏楷书兴盛，以魏碑、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和北魏墓志为代表的楷书被称为魏碑。另外，从近代开始，就有写经手专门抄写佛教经典，其风格独特的小楷书被称为写经体。这3类楷书以魏晋小楷为源头，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到唐代，以颜真卿为标志，3种类型完成合流，作为书体的楷书发展也基本终结。颜真卿之后，柳公权结合欧阳询、颜真卿楷书的特点，尤其是楷书的书写法则达到了高度完善，而赵孟俯楷书可谓另辟蹊径。赵孟俯早年倾心宋高宗赵构的书法，赵构早年学黄庭坚、米芾，后来主要学习二王一脉。魏晋以来6朝笔法无不临摹，尤其对《兰亭序》侧之一深，拟之一严，以致成颂。也就是说，对《兰亭序》研究得更加深入，模仿得更加准确，以致达到了对文字和字形完全记忆的程度。赵孟俯基本上也是这样，他直接山阴，心无旁骛。他书写的碑版，早期差不多就是中王小楷的放大与《兰亭序》的楷化。在艺术理念上，他似乎想绕过唐人和北魏，直接从中王过渡到大楷。从技术层面上，一方面他把小楷放大，另一方面他把《兰亭序》楷化，字形框定在界格之内，再务求妥帖、秀丽和流畅，也就形成了赵体的基调。这就是赵孟俯能够日书万字的原因，
也是他的楷书被后人认为缺乏鼓励的原因所在。也许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大楷毕竟要求静见。晚期碑版借鉴李邕较多，而李邕也正是以行楷写碑，属于二王一路。赵孟頫算是精益求精，做了些完善工作。三门记正是赵孟頫早期的作品，点画粗细变化不大，干净而流动，结构稳妥，没有太多的对比夸张，整体上清秀可人，便于使用。实事求是地说，相对于不善楷书的宋代人，赵孟頫有复兴楷书之功；而相对于法备一族的晋楷、唐楷，赵体楷书毕竟少了些震撼人心的气质。然而，赵孟頫对于中国书法所做的贡献，并不能就此埋没。生活在两个朝代交替之际的赵孟頫，承载着太多的压力，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进一步恢复古代伟大的传统。赵孟頫曾在一首诗中表达心境：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谷雨已云然，见识苦不早。平生独所愿，秋壑寄怀抱。这种对出世的向往，入世的无奈，纠结在一起，贯穿着他的一生，也通过他的作品生动地体现出来。柳公权，字承玄，京兆华原人，曾任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唐代著名书法家，擅长楷书，与颜真卿并称颜柳，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这里是位于陕西扶风的法门寺。传说法门寺内有一个真身宝塔，内藏释迦牟尼指骨一节，也就是佛指舍利。寺内僧人每30年开一次塔，把舍利取出供人瞻仰。唐宪宗元和14年正月，宪宗派遣使者与高僧一起迎请佛骨，在宫内供养3日。迎佛骨在朝野引发了狂热的礼佛风潮。率领众僧迎佛骨的端甫是一代高僧。端甫俗姓赵，天水人。他10岁就在天水街亭的崇福寺当了小沙弥，17岁在安国寺受具足戒，成为正式的比丘。他精研佛学，有经律论无敌于天下之称，受到了唐德宗、顺宗、宪宗皇帝的礼遇。唐文宗开成元年，端甫圆寂，皇帝赐谥号为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就是为纪念端甫树立的，碑立于唐武宗会昌元年，由宰相裴修撰文，柳公权书单。时年柳公权64岁。现在知道端甫的人并不多，而玄秘塔碑作为流体楷书的代表作之一，千百年来家喻户晓。柳公权从小聪颖好学，精研经史，
能诗善文。唐宪宗元和3年，状元及第。唐穆宗见到他时说：“我在寺庙见过你的字，早就想见你了。”因为书法太优秀，穆宗、敬宗、文宗3朝，柳公权一直在宫中做抄抄写写的侍书工作。他位高权重的哥哥柳公绰曾致书宰相为他鸣不平，之后他曾被授予其他职务，但不久文宗就又把他召回侍书。唐文宗曾与文氏联句赋诗，出句为：“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曰：“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皇帝非常赞赏，让他写在宫殿墙壁上。看后又说：“中王复生，无以加言。”也就是说，即便钟繇、王羲之在世，也不过如此啊。唐宣宗曾让柳公权当面写3张字，让宦官、军容使西门继选捧砚，枢密使崔巨元递笔。这不禁让人想到李白作诗，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的故事，可谓极尽荣耀。当时公卿大臣家为先人立碑，如果请不到柳公权书写，就会被认为不孝。外国进贡都会另外制备财物，专门用于购买柳公权的作品。柳公权书法初学2王，融汇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特别得力于欧颜甲甲笃造，形成了辕门列兵、森然环卫的独特风格。流体点画多取欧阳询的刚劲挺拔、方笔为主，融入了颜体的圆笔和坚韧。欧体点画粗细相对均匀，颜体点画粗细对比强烈，而柳体打破了欧体的均匀，又在减弱了颜体点画轻重对比的同时，增加了层次感。所以柳体点画轻重、方圆，趋势变化多端，姿态万千。结构上，欧体四面紧致，以瘦俊为主；颜体四角撑满，中宫宽松；柳体虽以瘦俊为主，但中宫紧收。点画，特别是主要点画，却四面辐射，形成了整饬基调下的光芒四射之感。也就是说，欧体、颜体的结构或许容易刻板，而柳体结构多变，既有整体风格，又不主故长。玄秘塔碑正是与欧体、柳体拉开了明显的距离，而确立了柳体的历史地位。颜金柳骨交相辉映。如果我们将来深入学习柳体，就会了解到，柳公权的变化绝不是为变化而变化，而是一点一画都纳入了有道理、有规范的科学层次。法备于柳，唐人上法，楷书的法度到柳公权发展到了极致。
柳公权，字承玄，京兆华原人，曾任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唐代著名书法家，擅长楷书，与颜真卿并称颜柳，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神策军在唐代原为戍边的军队，后为皇帝卫队，分左右两军。安史之乱后，神策军为宦官掌管，宦官势力做大。会昌元年，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裘世良、于弘志为赵立李严即位，是为唐武宗。唐武宗表面上顺从裘世良，却通过任用宰相李德裕，削弱宦官的势力，打击裘世良的淫威。裘世良渐渐被冷落。会昌2年，裘世良鼓动禁军哗变，被武宗平息。会昌3年，裘世良被迫告老还乡，同年病死。4年，武宗下诏削夺其官爵，抄没其家产。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记正德碑，立于会昌3年，正是唐武宗为示好宦官，巡视左神策军之后，应裘世良的请求而建。此碑晚于玄秘塔碑2年，比玄秘塔碑更为成熟精彩，历来被认为是柳公权生平第一妙计。遗憾的是，这一书法杰作却与声名狼藉的左神策军和飞扬跋扈的裘世良有着密切的关系。书法史上，柳公权也直言进谏著名。他曾经以心正则笔正来规劝性格偏狭的唐穆宗。唐文宗曾扯着自己的衣服说：“这衣服已经洗过好几次了”，来标榜节俭。柳公权说：“作为君主，应该进贤良，退不孝，纳谏正，明赏罚。穿洗过的衣服实在是小节。”然而，柳公权虽然铁骨铮铮，面对宦官弄权、朝臣结党的局面，困守翰林的他，毕竟无能为力。神策军碑立于长安宫廷禁地，又毁于战火，因此拓本流传极少。据《金石录》记载，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曾记录过分装2册的神策军碑拓本，而现藏国家图书馆的神策军碑拓本只剩不完整的上册，已是天下孤本，很可能就是赵明诚记载的拓本。这册珍贵的拓本历经南宋贾似道、元、明内府、明末孙承泽、清梁清标、安琪、陈介琪等收藏，民国时归陈清华收藏。1949年被带到香港，后来因为经济拮据，陈清华出售其藏品。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1965年，国家以25万元购回陈清华收藏典籍25种102册，神策军碑拓本就是其中的一册。流体楷书奠基于玄秘塔碑，成熟于神策军碑。神策军碑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为
风神整峻，气度温和。在点画上，流体方圆并用，方笔多来于欧体，圆笔多来于颜体。其点画直中带曲，曲中取直，鼓励雄健。正如米芾所说：“柳公权如深山道人，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陈俗。”流体的结构也来于欧颜，整峻似欧，宽博似颜。他独创中宫紧收、四面辐射的解体方式，使得解体方式变化多端、丰富多彩。与玄秘塔碑相比，神策军碑的点画更为雄壮，更为富于弹性，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而结构表面上似欧体的地方更挺拔，更伟岸；似颜体的地方更宽博，更雍容，却在挺拔、整峻、宽博、雍容之间，找到了无穷无尽的变化，又找到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平衡，因而遒劲丰润，自明一家。以颜筋流骨，与颜真卿分庭抗礼，交相辉映。真正的艺术总是杂多的统一，所谓杂多，当然指其内涵的丰富，轻重、曲直、方圆、正邪、疏密、收放，种种矛盾的因素在合乎理、顺乎道的前提下融汇无际，家家然塑造出迥出尘表的艺术形象，耿耿然彰显了至真、至善、至美的艺术精神。法备于唐，法备于柳。柳公权凭着无懈可击的书法，也标示了中国人文精神的海拔。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梅州人，祖籍栾城。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为苏黄米蔡宋四家之首，绘画学文同，开创了湖州画派，堪称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全才艺术家。公元1082年的寒食节，对于47岁的宋代文学家苏轼来说，无疑是凄凉的。寒食节，中国传统节日，因春秋时期晋文公为纪念曾割骨奉君的忠臣介子推而设置，古代在清明节前2日。在这一日，禁烟火，只吃冷食，所以叫做寒食节，也叫冷节。公元1080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至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也就是当年苏轼被贬的黄州。到了黄州之后，苏轼一家住在黄州城东的一个小山上。苏轼因喜读白居易的东坡诗，将此地命名为东坡。
后来因为痴迷此地，便自号东坡居士，苏东坡之名也由此所得。由于官职低微，已无实权，当时的苏轼生活十分困顿。空庖煮寒菜，破灶烧尸尾，正是对此时的苏轼最真实的写照。然而，困顿的生活并没有让苏轼在意，反而让他对生命的真谛、生命的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黄州第3年的寒食节，苏轼作了2首寒食诗。后来，苏轼抄录了这2首诗，即《黄州寒食诗帖》，被称为天下第3行书。自我来黄州，已过3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2月秋萧瑟。闻卧海棠花，拟舞燕之雪。暗中偷复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尸尾。哪知是寒食，但见无闲止。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野拟枯途穷，死灰吹不起。第1首以风雨中的海棠自况，感叹年华易逝；第2首困守小屋，感叹朝廷君门深九重，家乡坟墓在万里，不免意冷心灰。作为一个诗书画皆精的全能型艺术家，苏轼也把他对人生的理解融入了自己的书法作品中。通常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有甚无际的感慨，一喻于书，无可言说的意绪，物化为纸上墨迹，为我们展现了可观可读的意象。文学与书法的统一，技术和情绪的结合，人格魅力与艺术魅力的相得益彰，就是学问文章之气，就是宋人崇尚的义。当苏轼谪居黄州，住雪堂，好东坡，视海棠为知己，春寒苦雨，嗟叹不足，因以成诗。当其抄录旧作，书与诗悠然共鸣，正所谓情动形言，曲会风骚之意，杨树阴残，本乎天地之心。帖中字形时促时放，犹如天风海涛，起伏聚散，扣人心弦。旷达、超脱、寂寥、落寞、恬淡、苦闷、莫名之感，似乎都在帖中。有说不尽的内涵，才能称得上旷世杰作。帖中的字大小悬殊，像玉溪春的清灵与枯雄图的厚重，对比强烈，不计工拙，却恰到好处。苏轼因为像拿钢笔那样拿毛笔，所以字形宽扁，字句密集，容易产生压抑之感。而帖中年、中、尾、止4字的长竖画，分割了空间，调整了节奏，丰富了形式感，实现了视觉上的平衡，堪称字眼。当然，这种巧妙来于自然，犹如天成，
如果事先经营设计，则必有斧凿之痕，那就会因为工艺性太强而称不上玄妙的艺术了。钱穆说：“若论书法，非通中国人文之妙，宅心之深，则又何以言书法？”苏轼自己说：“我书艺造本无法。”其实，苏轼的书法有法，他的法在于对王羲之、颜真卿、杨凝式的人的继承，更在于人文之妙，宅心之深，也就是他的品德、胸襟、修养、气度和天才。乙婴碑全称汉鲁相乙婴至百十足史碑，或孔庙至守庙百十孔和碑，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鲁哀公17年，即公元前478年，孔子逝世后的第2年，哀公为表达对孔子的尊崇之意，将孔子所居之堂命名为寿堂，称孔子为尼父。后代把孔子平生所用的衣、冠、琴、车、书存放在寿堂中，岁时奉祀，这就是孔庙和祭孔的起源。秦始皇28年，嬴政观礼于鲁，封孔子9世孙孔父为鲁文通君。汉高祖12年，刘邦以太牢祀孔子，同时封孔子9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专门负责祭祀孔子。汉元始元年，西汉平帝刘看尊孔子为包城宣尼公，封孔子16世孙孔均为包城侯，奉孔子祀。东汉桓帝元嘉3年，也就是永兴元年，鲁相乙婴请为孔子庙置百十足史1人，此为守庙官之事。同时立碑记载此事，也就是位列孔庙3碑之一的乙婴碑，全称汉鲁相乙婴至百十足史碑，或孔庙至守庙百十孔和碑。应该说，从西汉至今，祭孔历来都是国家大典。乙婴碑的内容，正是孔庙设置掌管祭祀官员百十足史的文书报告。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司徒吴雄、司空赵介奏报桓帝，鲁相乙婴上书，请求设置百十足史1人，掌管礼器，管理孔庙。桓帝许可，吴雄、赵介传达诏书，并提出了人选的具体要求。当时，乙婴已经离任，鲁相评级有关官吏负责遴选。经过考试考察，孔和被选为百十足史。也就是说，首先提出孔庙设立守庙官员的人是乙婴，孔庙的首任守庙官员是孔和。
以英碑碑文末尾有一行题记：后汉中太尉书，宋嘉佑7年，张志圭按图题记。中太尉也就是钟繇。其实以英碑刻立于公元153年，而钟繇生于公元151年。3岁的钟繇怎么可能书写此碑？张志圭所谓的按图题记纯属无稽之谈，也可能把以英碑攀附于钟繇是为了引人注意吧。清代学者方硕认为，以英碑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翁方刚认为，以英碑骨肉匀实，行文流畅，汉隶之最可施法者。康有为《广义周双集》说：横方以英等碑，题匾以集，波折分贝，立体成影。康有为所谓题匾以集，波折分贝，正是汉隶成熟的标志。也正因为以英碑为成熟的汉隶，翁方刚也认为它最可施法。实际上，隶书的成熟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隶书中篆书的因素逐步消减的过程。以英碑与成熟的东汉简牍书法一样，在用笔上，一方面强调了波折的装饰性，另一方面大量运用方笔，方圆结合。其方圆结合的用笔，一方面服务于题匾以集的结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书写的方便。装饰性极强的波折，如大、少、孔、公；方圆结合偶用册封，如思、醉、作、乐。为了结体的宽扁，也为了书写的方便，方框形的结构往往左右收敛，而处理成平行四边形的形状，如扣、明、圆、豹。平心而论，以英碑这些特点，美则美矣，也不免丧失了些张力和古意。任何艺术都是这样，高度成熟，就预示着衰落。所以清代学者杨守敬曾批评以英碑，其波折已开唐人庸俗一路，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我们初学规矩，又往往需要从成熟字体中去全面体会和把握，因为它是共性的体现。那么，以英碑仍不失为最可施法的范本之一。史臣碑分为前碑、后碑。前碑全称鲁相使臣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刘弘建宁2年3月。后碑全称鲁相使臣享孔子庙碑，刻于建宁元年4月，现存山东曲阜孔庙，与以英碑、礼器碑并称孔庙3大名碑。山东曲阜孔府后花园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有一座汉魏碑刻陈列馆，
里面陈列着数十块汉朝、南北朝时期的珍贵碑刻。它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研究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孔庙建筑史难得的实物资料，在中国碑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在这些碑刻中，就包括被称为孔庙三大名碑之一的使臣碑。使臣，河南人，东汉时期鲁相。东汉建宁2年，使臣在曲阜祭祀孔子，并留下了这通保留至今的碑刻作品。使臣碑传为蔡邕书，建宁2年，蔡邕时年37岁，有书写的可能，但碑上并没有书丹者姓名。使臣碑分为前碑、后碑。所谓前碑、后碑，并非两通石碑，只是碑石的前后两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碑阳、碑阴。学者于峰认为，使臣碑只是一碑，无论从形制、内容和书写者来看，两面为同时所刻，而且前后相连，不能割裂，因此必须纠正前后碑之说。前碑所刻是鲁相使臣上呈朝廷的奏章，后碑则叙述了使臣祭享孔庙和修缮孔宅等情况。前碑结束处恰好到达行尾，因此看上去似乎是完整而独立的。于峰先生的观点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深有见地。当然，前人认为前后为两碑，也不是全无道理。前碑奏明，除奏章外，确实有一段铭文，而且前碑正好终止于铭文结束。一般情况下，铭文都是在碑文最后才出现的。如果说前后为一碑，则铭文出现在碑文中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另外，就后碑来看，使君享之后6行文字，虽然风格与前文一致，但毕竟字写得大了些，似乎字体也更加方整。从内容上看，上文描述祭祀孔子的具体场景，以用近乎诗的语言极尽讴歌。使君享之后，则补记了使臣主持下修补墙壁、粉刷房屋、沟通沟渠、退还百姓钱财、建立市场、整治孔窦、盐母井等古迹、修缮道路、种植树木等具体功德。此段文字是否为后补后书，也未可知。不过，我们更关心的是使臣碑的书法。明代郭宗昌认为，使臣碑分法富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摹楷。清代万经认为他修饰紧密，举度森然，品格在以英碑、礼器碑之上。康有为评其为虚和。艺术作品很难排除座次，情人眼里出西施是正常的现象。平心而论，使臣碑在用笔上方圆并用，而转折处往往近于方笔，似乎隐隐透露出了楷书的端倪。在结构上，虽然保持了隶书的宽扁，但时时显现出纵式，纵横得宜，字也就有点方块字，或者说楷书的意思了。也许正因为此，
使臣碑显得文质彬彬而规矩严密。楷书意味浓厚的字，如人、民、马；纵式明显的字如景、垒、长、开。从风格意义上说，它没有曹全碑飘逸优雅，没有以英碑轻松自如，更没有李器碑清俊纯正。然而，使臣碑或多或少兼有其他名碑的优点，风格似乎不突出，但又与其他名碑不同。它就是这样，似乎平凡、笃实、稳重，但又不时透露出遮掩不住、不可言喻的才情。或者可以说，使臣碑虽为明史，却有一种不山不履、温良谦和的书卷气息。兼有重碑之长，凸显才情的字，如坐、左、九、香、盼。杨守敬的评碑记中说：“昔人谓汉隶不接家，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也许，杨守敬的感受是客观的。在技法意义下，使臣碑似乎不算很好，但分明又彰显着汉代独有的古朴厚重。真味是淡，至人如常。从这样的碑帖入门，总是正路。李器碑全称鲁相韩赤造孔庙李器碑，东汉桓帝永寿2年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堪称最著名的汉隶碑刻。孔庙碑林，我国4大碑林之一，共保存历代石碑1200余块，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在这些碑刻中，就包括这通被称为汉隶碑刻典范的李器碑。李器碑全称鲁相韩赤造孔庙李器碑，又称鲁相韩赤赴颜氏尧发碑、韩赤碑等。4面刻，碑阳正文后有韩赤等9人题名，碑阴及两侧都是题名，捐自历史者共104人，为记述鲁相韩赤的功德所修。韩赤，字叔杰，河南郡京县人。在担任鲁相期间，韩赤做了一些值得称颂的事。首先，韩赤免除了孔子旧族颜氏、七族并官氏的公役和兵役。史记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颜征在，野合而生孔子。野合曾被解释为不合礼仪的婚配，甚至被解释为强奸。也有人认为这一说法并不是事实。孔子19岁时娶并官氏为妻，第2年生孔鲤。后来并官氏出，也就是与孔子离婚了。但孔子弟子子贡为孔子守墓时，用楷木制作了孔子与并官氏的雕像。这对雕像至今尚在孔府。这说明并官氏为孔子夫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无论如何，
严氏和并官氏都获得了后代的尊崇，早期的儒家并不迂腐。其次，韩赤有感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最后死于沙丘，所以要把尊孔付诸实际行动。于是他主持制造了祭祀孔子用的钟磬、鼓瑟等一系列礼器，装修了孔庙。由于孔子生前所乘的车已经被毁，又重新制造了2辆车，清理疏浚了庙前的泮池。因为这2方面的功德，所以利民集资，为韩赤看石济公。东汉看石济公的风气非常盛行，同时流行厚葬风俗，墓碑、济公碑比比皆是，可谓奢侈浮华，劳民伤财。这一社会顽疾，直到汉献帝建安10年，曹操发布整齐风俗令，才戛然而止。不过好在当时为韩赤看石济公，才有礼器碑传于后世。礼器碑堪称最著名的汉隶碑刻，历代金石家、书法家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明代郭宗昌《金石史》说，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清代王树《徐州提拔评》云：历法以汉为旗，每碑各出一旗，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旗，不可端倪。又说，自有分立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清代杨守敬《评碑记》说，礼器碑欲奇显于平正，欲疏秀于严密。王树瘦劲如铁，变化若龙的评价，恰切地总结了礼器碑的点画和结构特点。其点画瘦劲，但并不是平铺直叙式的纤细，而是富于篆书的感觉，劲如铁丝，富于弹性，如安、舒、高、扬。其点画以瘦劲为主，但也并不缺乏变化。一方面，拨画的粗壮加强了对比，另一方面，类似点画通过轻重和姿态的变化，增加了形式感和空间感，如二、三、瘦、抬、舒。礼器碑的结构当然也是成熟汉隶的宽扁为主，但极尽变化之能事。前人所谓变化如龙，欲奇显于平正，正是就结构而言。就结构形式的多样性而言，礼器碑堪称登峰造极。礼器碑善于用曲，画之为曲，以不平正求平正，贬不平庸，如成、宋、旧。而凤、太、宰上部的竖画，则画之为谐，字便有生机。通过点画的收放，营造出空间的变化。正所谓书可走马，密不透风，如都、独、侯、建、晋。文似看山不喜平。艺术品的境界高下，往往在于其内涵是否丰富，是否耐品读、耐咀嚼。好书不厌百回读，
杰出的作品必须是某种审美方向的极致，同时又是技艺无穷无尽的宝藏。道以技而彰显，而技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李器碑就有这样的境界。